结婚5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准备了一桌子菜，婆婆却带着我老公跟别的女人相亲。被我发现后，婆婆破罐子破摔，告诉我老公马上就要跟白家二小姐结婚了，让我趁早放手。我好心提醒她，这年头骗子多，她却觉得我不想放弃我老公这棵摇钱树，真是笑话。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毕竟我是白家大小姐啊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接到蒋平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看做菜讲解，厨房被我弄得乱七八糟，甚至我脸上都沾了酱油。拿起手机，我甜甜地喊了声老公，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蒋平略带歉意对我说，程程，对不起，我妈高血压犯了，我带她来医院了，今天晚上不能陪你一起过了。我一听忍不住有点担心，有事吗？要不要我也去医院？没事，你不用来。挂断电话，我还是不放心，一想到我和婆婆的关系，又放弃了去看她这个念头。想必我一去，她血压只会更高。今天是我和蒋平5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恋爱2年，结婚5年，今年刚好是在一起的第7年。人家都说7年之痒，可我们这7年一直恩恩爱爱，所以我才会今天亲自下厨，而且晚上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如今人都不回来，我只好改天再展示厨艺，顺便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今晚的聚会取消了，又给钟点工打电话让他来收拾厨房后，我约好闺蜜一起吃晚饭。我的好闺蜜是当红女明星，约她吃饭可不容易，不但要选择合适的时间，还要选择合适的地方。郊区有家私房菜很好吃，平日里客人多，需要预约。还好我是 VIP， 不需要预约，去了就有包间。到了私房菜馆，我一边给闺蜜发房间号，一边往里走。走到大厅，我突然愣住。大厅散座里，我的老公和婆婆穿得很整齐，和对面一对母女相谈甚欢。我压住自己的心情，招来服务员，问他知不知道那桌人在干什么。他们是相亲的。楚小姐，这一句话像一颗惊雷在我头顶炸开。我盯着那一桌看了好一会儿，用手机拍下照片发给了蒋平。你带你妈在这种地方看病？我以为收到我的微信，蒋平会立即给我打电话或者赶回家，谁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跟那桌人吃完饭，体贴把他们2个送上车，去了停车场才给我回了电话。我挂断他的电话，直接出现在他和婆婆面前。看到我，蒋平明显慌了一下。程程，婆婆惊呼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上车再说，这里人来人往，我感觉我们谈话注定没办法平静，我不想丢人。蒋平喝了酒，只能我来开车，车上明显被收拾过了，属于我的东西都被收起来了。我紧握方向盘，尽量让自己保持平静。蒋平，你和那个女孩在做什么？蒋平还没说话，婆婆先开了口，那是我朋友的女儿，我们一起吃顿饭。怎么了？朋友的女儿？怎么服务员说你们在相亲？服务员说话你就相信？妈，你先别说话。我看着蒋平，逼问他，蒋平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骗我？还有，这个女孩到底是谁？蒋平在我直视下满头大汗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我了半天。婆婆着急了，好了，你不要逼她了，我们就是过来吃个饭。我也怒了，对她说，我说了妈，你不要插嘴。刚才还唯唯诺诺的蒋平突然暴喝一声，楚程程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
蒋平在我面前一向老实本分，但每次我跟他妈起争执，他就会这个样子。蒋平老说他妈一个人带大他不容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应该尊重他妈。只要我和他妈发生了冲突，向来老实温柔的蒋平就会像是变了一个人。之前我为了婚姻和睦，能忍则忍，可如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我的耐心和理智也已经没有了。你刚才把今天的事情说清楚了，我就不会这么跟你妈说话了。蒋平眼睛一闭，像是豁出去了一般。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就是在跟别人相亲。他如此理直气壮，倒是把我搞得不会了。以前我只觉得蒋平有些妈宝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。那么之前老实的蒋平哪去了？都是假装出来的吗？车里沉默了好大一会儿，我再次确认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每次都是这样。蒋平还没有说话，婆婆先发了言：程程，别怪妈说话直，这么多年了，平平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。现在你们缘分尽了，你该放手就放手吧，这还不叫做伤害我？我皱眉，顿时觉得眼前的男人太陌生了，忍不住问他们两个：为什么？程程，别怪妈说话直，这么多年你在家，不出去工作，也不生孩子，好吃懒做，只知道花钱。再好的感情，也是需要钱和孩子支撑的。平平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如今有了更好的归宿，你应该放手才是。听完这话，我直接被气笑了。妈，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都是蒋平在养家？婆婆一抬下巴，你又不上班，难不成还是你养家？我冷哼一声，当然是我养家。婆婆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，瞬间炸毛。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儿子可是大公司的员工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拿什么养家？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的员工，但我从大学就开始炒股，外加投资了几家餐厅，这2年分红就几百万。他也不想想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学区房，开的车虽然不是豪车，也要40-50万。平常蒋平穿的都是我给他买的高级手工定制西装，他儿子所在的公司再大，也不过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才毕业5年，能买得起这些？我很想拿这些反驳婆婆，转眼一想，这些账婆婆算不清，难道蒋平还算不清？婆婆这么想当然，恐怕里面也有蒋平的意思。想到这里，一股寒意瞬间包裹了我。1分钟后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我转过头，冰冷地看着蒋平，问他：你怎么想的？你是想离婚吗？蒋平不说话，婆婆这时又开始插话了：程程，就算这么多年你为家里付出也不少，但你们这段婚姻到底是痛苦的，还不如现在分开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死死地盯着蒋平看，看了许久，失望透顶。我说：好，那就离婚。第2天，我们就去了民政局登记。现在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，要想彻底分开，只能等1个月了。进去之后，工作人员问了我们2个关于财产分配的问题。我这几年挣了不少钱，但平日里又大手大脚习惯了，奢侈品、名牌包包、买菜一样的买，所以没有留下多少。他的工资没有给过我，开支又都是我出的，想必也有几十万。不过几十万我是看不上的，所以昨天晚上决定离婚后，我就问过这个问题了。当时婆婆也在，她装模作样告诉我：哎呀，程程，你这么多年也不容易，房子和车我们就不要了，平平的存款你们1人1半好了。婆婆过日子向来节俭，如今竟然这么大方，让我有些起疑。我直白地问：您这么痛快答应把房和车都给我，
想必蒋平的新媳妇是个有钱人吧？我这个婆婆脑回路跟常人也不太一样，如果常人被这么问，肯定会不好意思的否认或者怎么样。她竟然还挺骄傲，也一般吧，不过就是白氏集团的二小姐而已。我愣住，问哪个白氏集团？这个城市有几个白氏集团？我皱眉，她要结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婆婆嗤笑一声，人家结婚为什么要让你知道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她亲姐姐呀。我和蒋平是在大二时认识的，那时候他还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，内向又自卑。大学时追我的人挺多的，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喜欢上了蒋平。可能是他长得好看，学习也好，在一起后，我们两个过得挺甜蜜的。蒋平没钱，却把他能拥有的最好的都给我了，我那时候挺感动的。毕业了就想嫁给他，当时我父母知道了不同意，他们觉得我还太小，可拗不过我，就决定跟蒋平见一面。见面之前他们又反悔了，他们觉得蒋平是冲着我家钱来的。我那时候恋爱脑上头，我对他们两个说，他都不知道我是白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，怎么你们就知道是他冲咱们家钱来的？我的母亲很淡定，告诉我，就算你没有说过自己背景，可你穿的衣服、气质、教养也会告诉别人你家世不凡。只要有心，就能通过你的吃穿推出家里的资产。我说他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蒋平不是这么有心计的人。连续跟他们吵了几次以后，我妈应该是放弃拯救我了，把我叫进书房，跟我促膝长谈了一次。她说，如果我执意嫁给他，他们也不拦我了。但如果想要得到白家的承认，要经受住一个考验。当时设置的考验就是，如果我们结婚5年，蒋平依旧对我这么好，那白家就承认他这个女婿。可一切都事与愿违。在5周年结婚纪念日这一天，蒋平暴露了他真面目。其实我和蒋平婚后的生活也不是那么好。蒋平来自小城市，单亲家庭出身，他妈妈在他3岁那年跟他爸爸离了婚。他跟我结婚以后，得知在这个城市有了房子，他妈妈二话不说就把小城市里的房子卖了，直接搬了过来和我们一起住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蒋平的母亲还不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是很和睦的婆媳关系。其实我的性格很佛系，没有什么心眼，有时候婆婆话里有话也听不出来。直到有一次，婆婆弄丢了我的猫。那天我和朋友有约，出门去做美容，回家以后就找不到我的猫。那只猫我养了3年，感情很深。婆婆说是开门的时候她跑了出去，结果我调小区监控，发现是婆婆把她带出去直接扔了。我那天发了很大的火，问她为什么这么做。婆婆理直气壮地说，有猫怎么要孩子，她身上的细菌那么多。我和蒋平结婚之前就已经说清楚，我天生是享乐主义，不想生孩子。蒋平也答应我了，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，我不准备要孩子。这句话彻底触到了婆婆的逆鳞，她叫嚷着没有孩子怎么行，说他们蒋家不要我这种不会下蛋的鸡。我听了这话，差点被气死。她竟然拿我比作鸡，她骂我是鸡，我就回了她一句，你这么喜欢小孩，你又这么能生，那你自己怎么不再生一个？那天我和婆婆闹得都很不愉快，蒋平回来以后并不向着我，反而让我给婆婆道歉。当时我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，毕竟公公是因公殉职，婆婆为他守了一辈子的寡，我说出那种话太伤人了。后来我跟婆婆道了歉，本来以为这件事过去了，结果某一天我发现婆婆偷偷给我们的避孕工具扎洞，
还把我的化妆品都送了人，告诉我这些化妆品都有毒，涂抹了不能怀孕。当时我每天都请钟点工来家里打扫卫生。突然有一天，钟点工说不过来了，一了解才知道，婆婆在人家面前阴阳怪气，说了好多话。后来婆婆要我不要再请这些人了，做饭做家务她都能干，请这些人完全是浪费钱。之后我们又闹了将近2年的不愉快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在小区里找了一个小房子买了下来。我怕蒋平说我乱花钱，就说这个小房子是租的，让婆婆搬了出去。这件事也彻底让我和婆婆撕破了脸。她在小区里到处说我虐待老人，她每天辛辛苦苦给我洗衣做饭，最后竟然还被嫌弃，说我什么都不做，每天都靠蒋平养着。我知道了这些事以后，也没有太计较，老人嘛，心里不痛快，总喜欢编造故事来博眼球、博爱。现在想来，他是真的这么以为的，才会到处说这种话。既然都准备离婚了，那我让蒋平从我的房子里搬出去是必然的。当初我们也说好了，离婚以后房子和车都归我。蒋平来搬家的时候，他妈也过来了，一边收拾他儿子的东西，一边往名贵的首饰和化妆品看。我估计他妈也不知道价格，就是看那些东西贵，起了一些心思，在一边假模假样的对我说：“程程，这么多东西你也带不完吧？不如送我几条，当做纪念好不好？”我在一边翻了个白眼：“阿姨，虽然还没有彻底离婚，但我已经不想称眼前的女人为妈了。你是不是想拿我这些送你未来的儿媳妇？”刘翠萍仿佛被说中了心思，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我未来的儿媳妇可是白家千金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些便宜货？昨天晚上我就已经跟家里通过电话了，知道了这件事以后，我妈确定我不再会为这个渣男伤心以后，竟然在一旁幸灾乐祸起来。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他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，10000个人里面都找不出来一个会做这种事的人。幸灾乐祸之后，我问跟蒋平相亲是不是我妹妹，我还以为是我妈看5年之约到了，害怕财产给了外人，所以对蒋平进行了最后一次考验。我可没有那么闲，我妈这么告诉我，这种男人搭上你还不够，难道还要再搭一个珊珊进去？所以听到他说这种话，感觉有些好笑。可是一想到夫妻一场，眼睁睁看着他被人骗，有些于心不忍。毕竟像蒋平这种人，攒这么几10万块钱不容易。于是我好心提醒：“你们确定她是白家小姐？我听说这年头有冒充富人的骗子。”刘翠萍笑眯眯地说：“谢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她就是白家2小姐。”我耸耸肩，没再说话。等他们收拾完东西出去以后，我听见刘翠萍对蒋平说：“有什么好舍不得的？像她这种女人，一抓一大把。”蒋平说：“万一这个白小姐真的是假的呢？程程也算是富2代了。”刘翠萍，她算什么富2代？你没发现她还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？说这种话纯属是因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我在门后面听着这些话，忍不住摇头，啧啧，也不知道最后是谁吃不到葡萄。离婚冷静期，这1个月我不知道蒋平过得怎么样，不过我是真的冷静下来了。我仔细回想了这几年蒋平和我之间的过往，发现了确实有很多奇怪的地方。比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就想要知道我家是做什么的，在一起约会买单这件事他也从来不主动。结婚以后，他的工资也从来不上交，跟我要东西都是直接说。
却不问我有没有钱。越想越感觉他是拿我当提款机，越想就越是生气。我问闺蜜有没有什么报复他的法子，闺蜜说简单呐，你们领结婚证那天，你把你爸妈带过去。我问带我爸妈去干什么？闺蜜笑得很坏，掉马呀，到时候你一掉马甲，蒋平知道你才是白家千金，不得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我摇头，先不说这么脑残的戏我爸妈愿不愿意陪我演，就说只是领离婚证那天掉马，我觉得并不爽。闺蜜问我那怎么样才爽？我想了许久，一拍桌子，有了。过了冷静期，我和蒋平顺利离了婚。那天出了民政局，我装得可怜地问他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蒋平看着我的脸，嘴努了努，最后放弃了什么一样。他用手揉了揉我头发，对我说，公主殿下，以后不能好好照顾你了。以前这个梗很火的时候，我天天逼他喊公主，那时候还觉得挺甜蜜，现在只感觉有些恶心。我说要不要一起吃顿离婚宴？蒋平看了看自己手表，似乎着急做什么事。他说改天吧，程程，我还有事，再见。离婚后，为了调节心情，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去了欧洲旅游，一边在朋友圈里悲春伤秋夜不能寐，一边在现实嗨到飞起夜夜笙歌，同时每天定闹钟早起，给蒋平发挽回的消息。蒋平却从来没有回过。连续发了半个月之后，蒋平终于把我拉黑了。我闺蜜问我，你到底是真忘不掉还是怎么样？我很怀疑你的精神状态呀。我指腹摩擦着装满酒的玻璃杯，一脸神秘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在欧洲玩了5个月，我回了国，刚回国我就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。她说这几天有好几个男人来公司找她，说她欺骗感情欺骗钱，一报警才知道有个女人顶着她的名义到处相亲，到了跟人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就以各种名义要钱。这些男人也真是傻，要就给了，最后人跑路了。说完这件事，我妹妹这才小心翼翼提起正事。这几天找我男人好几个了，今天那谁也来公司了，他不指名道姓，我也猜出来是谁了。我笑了笑，问他见到你了，也见到咱们爸妈了。我说这种小事还惊动爸妈了，本来他们也不打算出面的，主要他们想看看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男人能勾得你六亲不认的。我掩面，别说了，都是黑历史。这么几个月，对往事思考我更加清醒了。接到我妹电话没几天，蒋平就开始加我微信，一开始只是发了句最近怎么样，后来我几天没回，他就跟疯了一样，一天连发好几条，有的时候是回忆我们以前时光，有的时候是关心我，让我天冷多穿衣。直到某天，我听到了敲门声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蒋平。好些日子不见，他变得很憔悴，不过很正常。我要是被骗了那么多钱，也不会精神到哪里去。他一见我，笑了一下，很丑。程程，好久不见。我问他有什么事吗？我前段时间过来，你好像都没在家，加你微信你也不回复，我很担心你。他以前就会用这种表情看我，给人一种真诚又温柔的感觉。这次我不会再被他骗了。我很淡然地嗯了一声，只说前段时间我出国了，我们一直谈话在门外，他站得久了，想进去。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？我买了东西，特意来给你改善一下生活。说着就要往里面走，我拦住他，不用了，我请了个5星酒店的大厨，这段时间我吃得挺好的。蒋平怔了怔，又找了几个借口，都被我拦住。最后他一脸委屈地看着我，程程，我想进去跟你谈谈。
我低头玩弄着新做的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别了吧，他会不高兴的。”那一刻，我感觉蒋平瞳孔都瞪圆了。谁？那天我到底是没让蒋平进我的家门，之后他又找了我好几次，甚至还想要找我复合，我都是直接拒绝。被拒绝了几次以后，蒋平倒是没有再出现过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的大学同学找我借钱，提起蒋平，私底下跟他的舍友聚了个会，喝醉了以后说已经跟我离婚了，白家二小姐在追他，我也忘不了他，想要跟他复合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简直想吐。以前那个老实本分的蒋平到底去哪里了？大学同学问我要不要去参加今年的同学聚会，估计他也只是顺嘴一问，毕竟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。我这人不是很擅长社交，所以才不愿意管理公司。毕业以后也不想出去工作。我考虑了一下，答应了这件事。同学聚会定在周六，本市的一个4星级酒店里。我到的晚，刚到门口就听见门里的人起哄：“蒋学神，快给我们讲讲你和白家二小姐的故事。”蒋平没有说话，里面的起哄声却越来越大。要不说咱们蒋学神就是厉害，大学的时候就能追到咱们学校第一白富美，工作了结婚了，还能吸引到顶级名媛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赞同。可有人觉得蒋平如今攀了高枝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总想着诋毁我2句。这楚程程那个人怎么能跟白家二小姐比？白家可不是普通的富贵人家。说这话的是个女生，我听出来了，是我大学时候的舍友。刚开始我们2个的关系很好，后来我和蒋平谈恋爱后，他就渐渐地开始针对我。毕了业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个女生喜欢蒋平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说这种话可能也并不还喜欢蒋平，就是单纯想要诋毁我。班上仇富的人多，不喜欢我的也多。蒋平跟我离婚，要跟白家二小姐结婚这件事明明不是什么好事，但这些人还是因为权势，都向着蒋平说话。我冷哼一声，推开门，包间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好久不见啊，老同学们！我看着这群嫌贫爱富的人们，虽然我也并不穷，这顿饭吃得并不好受。这些人可能觉得我被离婚很没面子，处处嘲讽我，我都一笑了之。直到有个同学去了一趟厕所，回来以后一脸兴奋地对蒋平说：“蒋平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”蒋平问：“你岳父岳母，还有白珊珊。”蒋平脸色瞬间一白，那个同学没发现他的变化，还是特别兴奋。你能不能带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？这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打在了蒋平身上，每个人目光都如狼似虎。我想，他们也是想去打个招呼，毕竟那可是白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不好吧？蒋平面露窘迫，还是不愿意说实话。他们来这里可能是办事，打扰他们不太好。那你把白珊珊带过来呗。这个同学铁了心要跟白家人打招呼，就当给同学们谋福利。对，学神，你把你女朋友请过来，反正我们到时候也要去参加你们婚礼，早晚都要见的。就是，蒋平，你不会是跟我们说笑话？其实你根本没有跟白珊珊谈恋爱吧？不要害羞了，学神，我们又不会吃了她，只是想交个朋友。这些人起哄功夫一流，蒋平哪是这些人的对手？没有几句话，他就被激得站了起来，脸不红心不跳的出去了。没等10分钟，他走了进来，实在不好意思各位，珊珊她那边有个很重要的客户，实在是走不开，他要我跟各位问好，说今天的饭我们2个请了。我听了忍不住咂舌，蒋平为了装这个逼，竟然下了这么大血本，
这里可是4星级饭店，这么多人，吃的可是他1个月的工资。不过蒋平也真是聪明，说出请客这句话，自然堵了那些人的嘴。一听说这顿饭有人请了，这些人立马又开始恭维蒋平。连续听了好几句赞美以后，我扣了扣桌子：“各位听我说，白珊珊根本不是来见客户的，今天她是家宴。”此话一出，这些人立马安静下来。很快就有人发声：“楚程程，你在说什么？白珊珊的行踪，难道你比她男朋友还要清楚吗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如果你们不相信，我可以把她叫过来。”场面再度沉默几秒，瞬间所有人哄堂大笑。人家男朋友都请不过来，你能请过来？你算老几啊？你要是能把他喊过来，我当众吃屎！程程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？楚程程，最近没有看医生吗？就连蒋平也是用一种可怜的姿态看我，他道貌岸然地说：“程程，我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我。这件事我们私下解决好不好？你不要去打扰珊珊谈生意。我真的认识她，我去给你们把她喊过来。”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，结果还没有离开，就被人拉住。所有人都以一副你疯了的样子看着我。蒋平过来拉住我：“程程，你别这样，咱们2个的事跟珊珊没关系。她越是这个样子，就越显得我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我是为了他要去找白珊珊的麻烦，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真的认识他。”所有人都在看热闹。就在这个时，我们包间门被推开，一个漂亮女生的头伸了进来。这个时候有人发现了，惊呼一声：“白珊珊！”白珊珊推开门，从外面走进来：“你们好。”她一边跟人打招呼，一边朝我和蒋平的方向走过来：“我来找我姐。”众目睽睽之下，白珊珊走到我面前，微笑着喊了我声：“姐，爸爸妈妈等你吃饭呢。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要跟同学吃完饭再过去。爸爸一会儿还要参加一个海外会议。”我点头，然后抬头看着一大桌子诧异的同学们，开口说：“那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众人如同清醒过来了一样。“程程，你先去忙吧。”班长说完这一句，我和我妹妹2个往外面走。这时，有个人把我们2个喊住：“程程，你和白总是表姐妹吗？”我妹妹转过头，对他一笑：“楚程程是我亲姐姐，我妈妈姓楚。”他们的眼睛瞪得特别大，尤其是刚才那个说要去吃屎的同学。不过现场脸色最难看的还是蒋平，他显然没有想到事情是这么个走向。也怪我，当初我父母不愿意跟他见面，我就同他撒谎，说父母都去了国外打工，由于是偷渡过去的，根本回不来。蒋平愣怔了几秒，竟然很快就整理好了情绪。他看着我说道：“程程，原来你是珊珊的姐姐。”我第一次发现蒋平竟然如此的厚颜无耻。蒋平问：“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”“因为我爸爸说要考验考验你对我姐姐是不是真心的。”我还没说话，我妹妹就替我回答了。她一脸冷漠：“真是可惜，本来咱们在你和我姐结婚纪念日那天可以见面的。”蒋平脸色一白，他应该是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他差一点就要接触到他想要的世界了。我和我妹说完这句话就走了，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在场的只要不傻，就能明白蒋平在说谎。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闺蜜听，她就送了我4个字：杀人诛心。她想起我发的那些后悔的朋友圈，我要是蒋平，估计半夜睡醒了都得抽自己2巴掌。我哈哈笑了2声，这次让蒋平在同学聚会上丢够了脸，想必他也不会想着再找我复合的事了。我以为我和蒋平就这么过去了，谁料半个月后，
蒋平妈妈找了上门，程程，当初你和蒋平离婚，按理说财产应该平分吧？他倒是开门见山，一来就说出了自己目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提醒他：阿姨，当初是你说只要我和蒋平离婚，房子和车给我的。我说房子和车，你应该还有别的财产吧？你爸妈那里肯定给你留了钱。好家伙，这是惦记上我家公司了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告诉他，我爸妈没给我钱，我钱都是自己赚的。阿姨你也知道，我平常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根本没存什么钱。不过蒋平那里应该有存款吧？这么说，是不是要把那些钱分一分？刘翠萍瞬间变了脸，那可是我们平平的辛苦钱，听听。听听，他儿子的就是辛苦钱，我家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。既然他无赖，那我也只好耍无赖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没钱。婆婆悻悻而归。第二天，我还没有睡醒，小区物业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她说我婆婆，哦不，前婆婆在楼底下拉了个横幅，上面写着我骗婚。我一下子就从睡梦中醒来，穿上衣服就往楼下走，还没有到楼下，就听见了刘翠萍的声音：这个楚程程真是不要脸，骗婚不说，还骗我们家财产，离了婚，房子和车都抢了过去，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娘俩留，让我们娘俩挤在出租屋里。当我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还没有等刘翠萍说别的，我直接抢过来大喇叭，喇叭口直接冲着他的脸。阿姨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周围吃瓜群众越来越多了，我声音也大了起来。是你儿子出轨在先，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你带着他跟别的女人相亲，到底是谁骗婚？我此话一出，刘翠萍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没成想她很快就恢复正常，甚至开始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带我儿子出去相亲，完全是因为你没有办法生孩子。再说，你的钱是干净的吗？一个女人家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还有你爸妈那么富有，为什么非要抢我们的房子和车？我差点气笑了，他是不是忘了，这房子和车都是我买的，跟一个无知中年妇女无法讲道理。我选择了报警，警察来之后，刘翠萍还叫嚣着，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，你这就是骗婚。我笑了笑，你确定他要跟白氏集团的法务部碰一碰？送刘翠萍进了派出所以后，我就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律师，再也没有管过这件事。直到有一天，蒋平给我打了电话，他在电话那头求我原谅，说他妈不懂事儿，让我看在这么多年情谊的份原谅他。蒋平说等他妈出来，他就带着他回老家了。前段时间他的心太乱，工作上也出了很多差错，导致工作也丢了。他非常抱歉对我所做的那些，非常的后悔。他用词诚恳，声泪俱下，搞得我有点心软。想着经过这么一遭，我想刘翠萍也能吸取经验教训了吧，便直接松了口。一会儿我就给律师打电话，如果他真心知道错了，那我们和解吧，谢谢。蒋平跟我道谢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就在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蒋平突然说：我想你了。我瞬间整个人一麻。蒋平说：程程，我回想起我们以前那么快乐，如果我没被坏人迷惑的话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会更幸福？蒋平，我平静地喊他，直接骂了出来：幸福你个傻逼吧！我都选择原谅你妈了，你还恶心我，老子不和解了，滚！蒋平再次跟我道歉。几天后，我买了我手头上的2套房子，搬回了我家别墅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听说蒋平带着他妈回了老家，不过老家房子卖了，只能租房。
蒋婷的专业在那个小城市里也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送外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沙滩上晒太阳。闺蜜问我什么感受，我没搭话茬，翻了个面，让给我按摩的小哥守在重点，只是更加确信当初离婚的这个决定没有做错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一个几乎跟茶几一般大小的盒子里装了满满一大堆婴儿用品，有小孩的奶嘴、玩具、衣服，还有一个沾着不知名红色液体的婴儿玩偶。看清手中的东西，我触电般把那个婴儿玩偶扔了出去。那诡异的玩偶就那样静悄悄地坐在角落里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一时间，我大脑里顿时像是断了闸似的，一片空白。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害怕的想要尖叫，可喉咙却像是被人扼住了一样，根本喊不出声音。我从以前就怕极了这些小孩子的东西，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仿真玩偶娃娃。新川以前还笑话我，说我这是温子仁后遗症。看着角落里的那个婴儿模样的玩偶，我总觉得它像是个有灵魂的活物一样。那双塑料珠子做的大眼睛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嘟起的嘴巴带着诡异的弧度冲着我笑。我不知道他身上那些红色究竟是什么，是血还是别的东西。我甚至没有勇气过去再把它捡起来看一眼。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，只想离他越远越好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房间。只有仅存的几分理智还在安慰着我，告诉我别怕，这不过是个塑料玩偶而已，它根本就伤害不了我。努力冷静下来后，我马上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酒店前台叫了保安。在等待保安上楼的这几分钟，我终于说服了自己，壮起胆子再次走向桌上的箱子。我硬着头皮又翻了翻里面的东西，我必须要知道到底是谁把这些东西寄给我的。可是箱子里除了那些东西之外，根本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。寄东西的人没有留下卡片，箱子外也没有快递单据，我完全找不到半点头绪。看着这一箱东西，不知为何，我脑子里竟无端闪现过一堆零碎的记忆，但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记忆碎片拼凑成完整的画面。我思绪很乱，无数的疑问堆在一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人送来的？那个人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？这些疑问一个也得不到回答。我试图让自己更加冷静，努力整理思路，猜测着寄东西的人的身份。会是新川吗？他最了解我，也知道我向来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东西，所以他才故意寄这些东西过来吓唬我。不对，这说不通。吓唬我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他真的因为出轨，想要悄无声息地杀了我，那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尽力获得我的信任，再把我骗回家去才对。可要不是新川的话，难道是陈飞扬吗？假如真像新川所说，我出事那天遇到的醉汉是陈飞扬安排的，那陈飞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他寄给我这些婴儿用品又是什么用意？我怎么也想不通。正在这时，门口突然又响起叩叩2声，有人敲响了门，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。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还好门外的人不等我问便自报了身份。女士你好，我是酒店经理，请问您这边需要帮助吗？原来是酒店的人。听到对方礼貌问好，我这才连忙过去打开了门。酒店经理带着2个保安站在门口，微笑着问我刚才打电话到前台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我随即把事情大致解释了一遍。有人送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到我房间，
能不能请你们帮忙查一下？那个人进出应该有登记过吧？还有，麻烦你们顺便帮我把那些东西拿去扔掉，可以吗？我侧身请酒店的工作人员进屋，指着那个箱子和角落的玩偶，说话时仍有些惊魂未定。酒店经理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女性，她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显然也被那个浑身是血的婴儿玩偶吓了一跳。女士，您稍等，我马上让人处理。酒店经理连忙招呼着保安大哥把那些东西收拾了出去。然而，就在保安大哥抬着那大盒子从我面前经过时，我突然看到其中一样东西十分眼熟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等等！我立刻叫住保安大哥，我追上前，从保安大哥手中的大盒子里扯出了一件衣服，一件毛线织的小马甲。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没错，这件衣服是我妈妈亲手织的。这段时间我去疗养院看妈妈的时候，总是看到妈妈在织毛衣，每次妈妈都拉着我念叨，说这衣服是给她的小外孙织的。可她哪有什么小外孙？我和新川结婚这么久了，一直都没有孩子。不过我知道妈妈也只是盼着能早点抱上孙子，所以才会想着织这些东西当个念想，我也就随她去了。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居然会在这种情况下收到这份来自妈妈亲手制作的礼物。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于是我立刻打开了房间里最亮的一盏灯，在明亮的灯光下，那件毛线织的小马甲静静地躺在我手里。这花纹的颜色，编制的针脚，我绝对不可能会认错。这就是妈妈前些天还拿在手里当成宝贝一样的那件毛衣。顿时我脑中的思路再次陷入混乱。这一大盒子东西，难道是妈妈让人寄给我的吗？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先不说妈妈根本没有理由要这么做，像她那样一个连自己的生活都难以自理的病人，她怎么可能做得到这件事？她甚至根本都不知道我今天住在这里。那么，如果不是她的话，还有谁能从她手里拿到这件衣服？妈妈那么宝贝这件衣服，能拿走这衣服的，一定是一个能够让她信任的人。我马上把妈妈身边平时会接触到的人全都数了个遍，除了疗养院的医护之外，只剩下了2个人，一个是她的好女婿新川，而另一个就是她口中温柔贤惠的张云新。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张云新为什么会去疗养院探望我妈妈。联想到之前的交通意外，我始终担心张云新和新川会做出什么对妈妈不利的事。可是上次我特意问了妈妈，张云新每次去看她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，而妈妈的回答却是，张云新除了陪她聊天，给她带些水果之外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。按照妈妈的说法，在我撞见张云新的那次前，张云新就已经去过疗养院好几次了。要是他真想对妈妈做什么，恐怕等我发觉的时候，早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除了提醒妈妈不要再和张云新继续来往，其余根本无法干涉什么。但很显然，妈妈并没有听我的话，她不但还在跟张云新来往，甚至还把亲手织的毛衣送给了他。不过，一切都还只是我的猜想罢了，我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那个盒子里的东西是张云新寄来的，更没有头绪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。酒店经理已经安排了人去帮我调阅酒店进入的登记记录，可其实我对此也没有抱着太多期望，毕竟送东西的只不过是个跑腿小哥，就算真找到了他，他大概也记不起
交给他这些东西的人到底长什么样了。更何况，但凡那个人真的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的话，大可以随便找个人替自己把东西寄出来。想到这些，我心下一阵挫败感。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只被关在罐子里蛐蛐，被人用一根银草就耍得团团转。我为了保护自己而拼尽全力去战斗，也只不过是为了取悦那些下了注的看客。在我看不到的地方，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我，想要看看我会对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作何反应。我重新整顿心情，换好衣服后准备出门去找七七。可我刚走出酒店，还没打上车，就收到了七七的消息。手机刚响了一下，我心里就暗暗嘀咕，七七这回该不会又要找什么借口放我鸽子了吧？然而当我打开微信，才发现我想错了。七七给我发来了一段小视频，还有一连串的感叹号和震惊表情包。我看见新川了，他和一个女的在我家这边的医院妇产科。明明只是简短的几行字，却让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我把屏幕上的这几句话反复看了好几遍，仿佛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不对，是一盆滚油。我颤颤巍巍地点开七七发来的小视频，在一个招牌写着现代妇产医院的地方，两个我无比熟悉的身影并肩走进了招牌下的那扇门。是的，那就是新川和张云欣。哪怕我瞎了这双眼睛，也不会认错。屏幕上，小视频重复播放了数十次，每看一遍，我的心脏都像是被人用刀狠狠捅了一遍。新川带张云欣去妇产医院做什么？我脑子里猛地又冒出了那个坐在角落里死死盯着我的婴儿玩偶。这两件事情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？我让七七在医院附近帮我盯着他们，随即打了车，马上往那边赶过去。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还好不是工作日，避开了晚高峰。我很快就赶到了那家医院。我抬头看了看那个刚刚出现在小视频里的招牌，咬了咬牙，走了进去。医院里人来人往，到处都是挺着大肚子的孕妇，还有一些看起来面色沉重的独身女人。我一边给七七打电话，一边在医院里到处寻找新川和张云欣的踪影。大概是我运气好，还没等电话接通，我就看到了张云欣。她一个人站在距离我不远处的一间诊室门口，正在和一个护士交谈着什么。我连忙看了看四周，不见新川的身影。我正好奇着想找新川去了哪儿，却见张云欣忽然转身朝我这边走了过来。我怕他发现我，连忙躲进了旁边的洗手间。我站在洗手间的门后，透过门缝小心翼翼地往外观察。只见张云欣和刚才的护士一起越走越近，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洗手间门外，一门之隔。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护士：张小姐，因为您之前有过意外流产的情况，本来身体已经很不合适再怀孕了。如果这次您坚持要留下这个孩子的话，怀孕期间一定要多加注意呀。张云欣：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张云欣怀孕了，她居然怀孕了。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了那些话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么烂俗的剧情竟然真的发生在了我的身上。这么 low 的桥段，现在连8点档都已经不演了呀。看着张云欣和护士走远的背影，我心里一时五味杂陈，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。可是冷静下来想想，这一切好像又一点都不意外。新川他那么喜欢小孩，可我们结婚那么久了，我却一直都没能替他生个孩子。现在要是张云欣真的怀孕了，
那新川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他而放弃我吧？真是个情理之中的选择。一时间，我忽然觉得一阵疲惫，我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手脚发软，提不起半点力气。其实我在来医院的路上就已经想过了会是这样的情况，但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那么的无力接受。我打开旁边的水龙头，捧了一把冷水就往脸上浇。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醒醒吧，都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了，你现在居然还在因为新川选择了张云欣而不是你，这种破理由难过，真是没出息透了。看着镜子里满脸憔悴的自己，我不由得苦笑一声。尽管很丢脸，可我不得不承认，在我得知张云欣怀孕这件事之前，我心底其实一直都还存着那么一丝丝侥幸。我暗自期待着，到最后我能够发现新川他从没有骗过我，一切都只是我自己想的太多罢了。我上网去查那些，其实不过是想要找到一些证据来说服自己，让自己相信新川没有说谎。当我知道他吃了那药却安然无恙的时候，当我看到网上的资料和他的话都能对上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是窃喜的。我真正想要找的真相，不是新川有多么十恶不赦，而是他竭尽全力去证明他爱我的模样。可惜事到如今，那药到底致不致命已经不重要了。新川对我说的话究竟有几句是真的，也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真的应该放下他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张云欣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寄给我。那些婴儿用品，无非不过是他对我示威的手段罢了。他这么做，就是想要让我知道，他已经怀上了新川的孩子，而我已经彻彻底底的出局了。至于那件毛衣，大概是我妈妈意识清醒的时候，得知她怀孕才送给她的。妈妈她应该也不会想到，她一针一线的心血，最后却变成了被张云欣拿来向我炫耀的筹码。想到这些，我颓然无力地叹了口气，但心里却也释然了许多。我对着镜子再次把自己整理好，然后转身走出洗手间。而我出了门，刚一转头，就看到了新川。新川和张云欣两个人站在医院大门口，正有说有笑地聊着天。张云欣边说话边把手里的一张单据递到新川面前。新川低头看了看，脸上露出了一抹格外好看的笑容，那是我最熟悉的笑容。曾经在我和新川的婚礼上，我天真的以为从今往后，那样的笑容将会被我私有，但我错了。婚姻并不是一段感情最终的圆满结局，而是一段感情最后的坟墓。不知为何，看着前面那两个人，我心里忽然生出几分羡慕。明明我应该愤怒、抓狂，或者冲上去抓着他们大闹一场，可我都没有。一阵苦涩过后，我终究释怀了。如果这就是新川的选择，那我可以祝福他，只要他不再伤害我和我的家人，我们从此一别两宽。等到新川和张云欣离开后，我才走出了医院。我站在医院门口给七七打电话，问他在哪。七七在电话里说他在楼上，让我站在门口等他，他马上下来。我应了一声，然后挂掉电话，老老实实等在门口。然而我等到的人却不是七七。安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，我顿时僵住，迟迟不敢回头。而说话的人很快就来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一把拉住我，满脸写着担忧。安安，你昨天晚上住在哪儿？天气这么冷，你怎么穿的这么少？我还没开口，新川已经把他身上的大衣脱了下来，仔细帮我披好了。看着他认真的神情，脸上根本找不到半点
做了亏心事的心虚，反倒是我支支吾吾，半天没说出一句整话。这时，张云新从新川身后出现，看到我时，他有些惊讶：“江安，你怎么？”张云新应该是想问我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但是看到我和新川之间有些不对劲的气氛，他马上改口：“新川，既然江安来了，那你们好好聊聊吧，我自己打个车回去就行，不用送我了。你还是送她回去吧，毕竟她怀了孕，一个人打车多不安全。”没等新川说话，我就抢声在前，语气冷漠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张云新疑惑地看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”话音未落，他又看向新川：“是你刚才告诉江安的。”明明新川刚才并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情，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承认了。我看到他皱了皱眉，大概已经猜到了是我在跟踪他们，但他却没有戳穿我。他话锋一转，像是为了向我解释什么一样，他主动说道：“安安，我答应了钟先生要送孙俪回酒店，你陪我一起送她过去，好吗？待会儿我带你去吃饭，我们聊一聊。”钟先生，我听着这称呼有些耳熟，回想了一下，才记起这好像是之前在张云新手机上看到过的名字。那是我男朋友。张云新在旁边解释道：“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。”啊！听到这话，我愣住了。我原本以为这个什么钟先生不过是新川和张云新编出来的托词，难道还真有这么一个人？我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新川和张云新，只见张云新一脸幸福地笑着，摸了摸自己的小腹。看到这个动作，我一下就懵了。这怎么好像这个钟先生才是他肚子里孩子的爸爸呀？那新川呢？他又是什么情况？如果他跟张云新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关系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陪他来做孕检？这一般不是孩子的爸爸才会干的事吗？我彻底凌乱了。犹豫片刻，我果断点头答应了新川：“行，那我陪你送他回去。我倒是要去看看这个所谓的钟先生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。”新川的车昨晚被我开走了，他今天开的是我那辆车。上车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，我怕万一我现在坐上了这辆车，待会儿被他们俩拖到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活埋了，可怎么办？但看张云新提起钟先生的时候，说的那么有板有眼，我又忍不住心里的好奇。于是我在上车前马上给七七发了条消息，跟他大致说了下刚才的情况，并且再三嘱咐他，要是我一会儿半天都没回你消息，你可一定记得要报警啊！有了七七给我远程支援，我心里总算是踏实了一些。我收起手机，习惯性地走到驾驶座旁，正要开门，却被新川拦住了。我来开吧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自然地牵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到另一边的副驾驶，细心地替我打开了门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我差点就给他们俩当了司机。我撇了撇嘴，一回头看到张云新早就已经自觉地坐到了后排，我只得坐进副驾驶。可一想到张云新在我身后，我心里就总觉得有些膈应。就在这么别扭的气氛中，车缓缓驶出了停车场。一路上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张云新始终在低着头玩手机，新川认真开车，偶尔遇到红绿灯的时候，他总会转过头来看向我，他似乎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，但却什么都没说出口，而我根本就顾不上理会他。从车子驶上公路开始，我就一直警惕地盯着他开车的路线，生怕他会把我拉到什么荒郊野岭。不过我好像是想多了，车一直行驶在市区中心的繁华地段，四周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可是看着这路线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我仔细想了想，皱眉问新川：“不是要送他回酒店吗？这条路好像不对吧？我之前也送过张云新，知道他住在哪里，而现在车开往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方向。”听到我这么问，新川还没说话，张云新就连忙在后面回答：“我已经没住上次那家酒店了。”“是吗？那你现在住哪儿？”我警惕地问。“华谊酒店。”张云新不假思索，就新川他们公司附近的那家。说完这话，他好像怕我误会什么，马上又补了一句：“最近我都在他们公司办公，所以搬过去比较方便，而且我男朋友家也住在那附近。”“这样啊，华谊酒店这家我熟啊，上次我看到新川和张云新前后脚去开房，就是在这家华谊酒店。”听到张云新还要特意解释几句，我总觉得他这就是此地无银300两，但我也没再咄咄逼人的追问什么是真是假，待会儿见到那位钟先生就知道了。10几分钟后，车果然在华谊酒店楼下停了下来。新川停好车后，先对我嘱咐了一句：“安安，我帮Cindy送几样东西上楼，你就在车里等我马上下来，好吗？”我张了张嘴，正要回答，却被张云新抢了声：“不用麻烦了，我刚才已经让他下来接我了。”张云新话音刚落，只见一个穿着休闲西装、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从酒店门口出来，朝这边走了过来。看到那人，张云新马上开门下车，快步走过去，隔着车窗，我看到他们先是亲昵地拥抱了一下，随后男人轻轻亲吻了张云新的额头。WTF！ 我一时傻眼了，眼下这情况，看来这个钟先生根本不是什么托词啊。可是如果这位钟先生才是张云新的未婚夫和他肚子里孩子的爸爸，那新川，难道我真的一直都误会他们了？我整个人完全像被石化了一样，愣在车上。我看着新川下车和钟先生打了招呼，他从后备箱里拿了一堆东西交给对方，然后和他们道别。我的大脑仿佛一台宕机的老式电脑，无论我怎么操作，都不给我半点反应。直到新川转身回到车上，问我想吃什么，我才终于回过神来。我无视了他的问题，急声问他：“刚才那个男的就是张云新的未婚夫，他叫钟文远，是张云新的上司，负责他们集团的国内市场。”新川回答完我的话，无奈地笑了笑：“安安，我真的没骗你，我和张云新只是工作关系，你也看到了，人家现在都怀了孕，快要结婚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跟我有什么牵扯？”可我眉头拧得像根麻花一样，总觉得哪里不对，我却又说不出来。新川又笑了笑，轻声问我：“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我，但我们总不能一直停在人家酒店门口吧？好了，想吃什么，我们到了餐厅再慢慢聊，好吗？”“好吧。”面对眼前的情况，我实在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本来半个小时前，我都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和新川彻底划清界限，可是现在我真的搞不清楚状况了。餐厅满满一桌子全是我爱吃的菜，但我却提不起半点胃口。我脑子里还在不停重播着刚才看到的画面，张云新和那位钟先生在一起时，一举一动都那么自然，看起来并不是在逢场作戏。所以真的是我误会了吗？我抬头看向新川，他正在认真地帮我剥虾，除了瘦了一些，看起来憔悴了一些之外，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还是和从前一样温柔细心，对我无微不至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过。可这段时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，到底要怎么解释？我倏地摇了摇头，提醒自己必须清醒一点，
别再被新川温和无害的表象骗了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严肃地开口：新川，我们现在可以认真谈谈了吗？当然。新川毫不犹豫地回答我。说话时，他放下了手里的东西，仔细擦了擦手，然后专心地看向了我，不再做别的事。看到他这样的态度，我还算是满意，于是继续问他：你说你和张云欣没关系，那你今天为什么陪他去做孕检？我只是刚好有一些样本要拿去给他，所以才去医院找他。钟先生下午有一场会议，没时间去接他，才拜托我顺路送他回去。那他肚子里的孩子真的不是你的啊？听到我这么问，新川忍不住笑了一声，才回答：安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那孩子当然不是我的呀。可就算孩子不是你的，我皱了皱眉，改口：算了，你先告诉我，你藏在杂物间里那些信到底是给谁写的？那些信……其实提到这个话题，新川又开始沉默不语。见状，我没好气地瞪着他：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看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。安安，你别生气。新川连忙开口：我写的那些信其实是……丁，正要说到关键，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却突然响了一声，打断了新川。我皱眉拿起手机，打算改成静音，可瞥眼却看到了七七发来的消息：安安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快回复，不然我真报警了。看到这消息，我才猛然想起我还和七七约定好了要保持联系的事。我赶紧回复他：别，我没事，现在正在餐厅和新川吃饭呢。七七，啊，你怎么跟他吃上饭了？我还饿着肚子等着吃大瓜呢。七七，你们刚才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要去看白月光的男朋友吗？看到没呀？七七，我可听说白月光刚去医院是去做孕检的呀，那孩子不会是新川的吧？七七，我还听护士说了，那白月光之前意外流产过，上一个不会也是新川的吧？七七一八卦起来就没完没了，消息一条接一条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一秒我想起了新川写的那些信。我还记得新川在那些信里总是写道：希望你来世平安幸福，健康快乐。当时我看这些信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觉得那语气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，可我没往那个方向去想，毕竟新川和我从来没有过孩子。不过现在想想，我还是太天真了。他和我没有孩子，不代表他和别人也没有。新川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写的那些信是不是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写的？我抬头严肃地看着新川，一字一句问他。听到我的话，新川脸上显然露出了几分紧张，他拧了拧眉，沉默半晌才出声：安安，你都已经知道了。面对这样的回答，我心里顿时凉透了，但我还是强忍住了端起水杯泼他一脸的冲动，咬着牙问他：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又不肯说了，是吗？看着沉默以对的新川，我苦笑一声：既然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，你现在还藏着掖着，有什么意思？新川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，要么我们开诚布公地谈一次，要么我现在就走，明天民政局见。不行，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。听我又提起了离婚，新川马上开口拒绝了我。他看着我，脸上写满为难的表情，似乎正在跟自己努力地进行思想斗争。片刻后，他终于点了点头：安安，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你，但你先陪我去一个地方，好吗？你要去哪儿？这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不说的话，我是不会跟你去的。我已经受够了新川的遮遮掩掩，
毫不犹豫地回绝了他。见我态度决绝，新川眉头紧皱，犹豫了半天，他才艰难地叹了口气：“我得带你去一趟张云新团队的实验室。”现在我不解地看向他：“去那做什么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那个地方跟那个孩子的事情有关。”我猜测道。新川不假思索地承认：“只有到了那里，我才能向你解释一切。”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，我答应了新川的要求。坐在车上，沉默的低气压让我几乎透不过气。我把手机设置了静音，还在继续和七七发消息。我告诉七七，我现在正要去张云新团队的实验室。七七一听就急了，那可是他们的地盘，这大晚上的，你就不怕新川杀人灭口吗？不会吧？如果他和张云新真的是清白的，那他现在没理由要害我。我回复七七，但七七对我的话却不以为然。你可别犯糊涂，你只不过是见了白月光那个传闻中的男朋友一面，连话都没说上。万一那是他们随便找来的群演呢？我看到张云新和他接吻了，两人看起来挺正常的，不像演的。七七，你自己看看你说的这话，什么叫不像演的？我严重怀疑你已经被新川洗脑了呀！七七，你快醒醒，别跟新川去那什么实验室，就算真要去，也要等明天白天有人在的时候再去。七七，你好好想想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在骗你呢？我刚才问过我哥了，如果张云新肚子里怀的真的是新川的孩子，那你跟他离婚打官司就稳了呀！只要我哥出马，保证那渣男1分钱都分不到。七七，你现在发现了张云新怀孕的事，新川知道他分不到钱，肯定狗急跳墙。七七，安安，算我求你了，你赶紧下车，千万别跟他去啊！七七在微信上疯狂轰炸我的手机，手机在我手里滋滋滋滋震动个不停。我看着他发来的这些消息，心里也是七上八下。虽然我今天确实见到了张云新的未婚夫，可就算那位钟先生和张云新是真情侣，也不能完全证明新川就是清白的吧？如果新川可以出轨，那张云新为什么就不行呢？想到这儿，我又一次皱紧了眉头。我努力理了理思路，眼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新川已经承认他曾经和张云新有过一个孩子，但那个孩子因为一场意外而没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从新川写的那些信里来看，这个意外似乎和他脱不了关系，所以他才会一直感到内疚自责。那么，这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是在大学时期，还是在新川和我结婚以后？如果新川是在和我结婚后还一直和张云新藕断丝连，甚至还闹出了人命等等，我猛然又想起了今天出门前收到的那个婴儿玩偶。我原本以为那是张云新寄来想让我知难而退的，可好好想想，那玩偶身上被人故意弄上了红色颜料，这怎么想都不太吉利吧？还是说那箱东西的意思并不是向我示威，而是在暗示其他的意思？沾了红色颜料的婴儿玩偶，难道是指新川和张云新之前意外流产的那个孩子？我想起了一件事，之前我在家里发现的那件沾血的衬衫，新川解释说那是他上次去出差时穿的，明明只是2个月前的事情，但我每次想起来，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忆却总是模模糊糊。我隐约觉得那几天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因为新川出差回来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。我那时有些担心他，追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，可他也只是说工作上有些麻烦，不肯具体解释。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
新川后来也没有太多异常，所以我渐渐就没再惦记这事了。而现在回想起来，难道说当时他并不是去出差，而是去见了张云欣？在那几天中，因为某些意外，张云欣流产了，而新川也是因此才受了伤。他之所以留下那件衬衫不肯扔掉，或许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念想。这么一想，事情好像变得通顺了许多。还有杂物间的那些信，也能证实我的猜测是对的。虽然信封上落满了灰尘，但信纸和笔记却还是新的，绝对不是7、8年前的物件。所以新川当真是在最近才和张云欣旧情复燃，并且让张云欣怀了孕。这么看来，今天张云欣寄给我的那些东西，大概也是为了发泄她的不满吧。当时她怀了孕，但新川却迟迟没有跟我离婚。后来她出意外流产，所以她把这些怨气都撒到了我身上，真是天降一口锅。我越想越觉得心慌。我对新川好不容易才拾回的几分信任，也再一次化为乌有了。手机上，七七还在苦口婆心地劝我赶紧下车，让我别犯傻。我侧目看了看正在开车的新川，只觉得肠子都悔青了。刚才我真不应该答应跟他去什么实验室。七七说得对，有什么话在餐厅里不能说，非得要去实验室说。而且就算要去，也不该是这么大晚上跑过去，至少得等明天人家上了班有人在的时候再去吧。想到这儿，我赶紧开口叫住新川，我忽然想起来我还有事，要不我们今天就这样吧，明天再接着聊。我知道，我现在突然打退堂鼓的确十分反常，但新川也不用拿这么凝重的眼神看着我吧。我感觉下一秒他就要开车冲进河里跟我同归于尽似的。我连忙编了个借口解释，七七说他突然胃疼得紧，我得去看看他。我话音未落，新川猛然一个急刹，差点没把我从车窗甩出去。我惊魂未定，满心愠怒地瞪着他。新川，你干嘛呀？你刚才说你要去找谁？新川没有半句解释，反而阴沉着一张脸质问我。我被他这模样吓了一跳，说话都说不利索。你干嘛反应这么大？安安，刚才一路上一直在跟你聊天的人是谁？新川继续沉声质问我。面对他这副咄咄逼人的态度，我心里一阵不爽。明明现在做了亏心事的人是他，怎么他反而还这么理直气壮地审起我来了？我跟谁聊天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生气地冲着新川吼了一句，打开车门就要下车。然而一向态度温和的新川，这时候却像是中了邪似的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直接把我拉回了车里。不准去！新川怒声阻止我。他拉我的时候太用力，我的胳膊被他拽得生疼，肩膀也撞到了座椅上。我皱起眉头，正想跟他大吵一架，可当我转头看到他的表情时，我却不敢再冲他发脾气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新川，他阴沉着一张脸，森冷僵硬的表情中找不出半点让我觉得熟悉的模样。我看到他的眉间踏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。他在生气吗？可那表情又像是在担忧什么。他为什么忽然变成这样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下车？我脑子里的神经顿时紧紧绷了起来，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。我不敢再继续试探新川的雷区，生怕万一再激怒了他，他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。我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，想要软化他的态度。新川，你怎么了？安安，你告诉我，刚才一直给你发消息的人是谁？新川不理会我的话，只是反复问我这个问题。
我实在是不明所以，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在意这件事？难道说他以为我骗他要去见七七，其实是在和陈飞扬联系吗？我想了想，好像的确是在每次我和陈飞扬扯上关系的时候，新川都会变得这么严肃可怕。想到这儿，我连忙跟新川解释，我刚刚是在跟七七聊天呢，真的是他。你是说陈琪琪？听到我的回答，新川眉间的深褐竟塌得更深了，看着他那黑得像块煤炭一样的脸色，我害怕地往后缩了缩，语气轻颤：新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这里可是闹市区，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，我马上就喊人。我紧张地往车窗外看了看，车停在路边，四周都是热闹的街道，来来往往的行人和明亮的街灯，让我终于找到了几分安全感。可新川似乎却一点都不在意我的威胁，甚至根本不理会我说的话。他眉头一拧，伸手就要来抢我的手机，把手机给我看看。不行！见他想拿我的手机，我顿时就急了，我马上往回缩了缩，及时避开了他的手，没让他把手机抢走。我想了想，手机里和七七的聊天记录，里面可全是骂他和张云欣的内容。而且刚才七七还在算计着要怎么打离婚官司，让新川一分钱都拿不到。那些记录要是让新川看到了，他肯定气急败坏，甚至说不定事后还会对七七怀恨在心，打击报复。不行，总之手机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。我马上把手机藏到背后，坚决不肯交给新川。新川见状，脸色越发难看。安安，你听话，把手机给我看一眼。不给。事到如今，新川还想把我当小孩哄。我要是真听了他的话，那我可真是连3岁小孩都不如。我一边和他对峙，一边偷偷瞥向车窗外，心里盘算着自己该怎么逃走。刚才新川把车门锁死了，我现在要是想下车向外面求救，得先开锁再开车门，这怎么着也得花个几秒钟时间吧。可这几秒钟里，万一新川他又把我拽回来怎么办？我力气没有他大，肯定打不过他。要是车外的人没注意到车上的动静，那我岂不是就完蛋了？想来想去，我始终想不到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案。我心里后悔得要死，要是一开始我就听七七的话，不跟新川去那什么实验室，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可是转念一想，新川他明明刚才一直都好好的，为什么会突然在这时候跟我发起火了？不对，好像是因为刚才我提起了七七，所以新川才会这么生气的。我正在这纠结着新川生气的原因，突然只见新川又把车打着了火，一脚油门开了出去。我连忙急声问他：你要带我去哪？去实验室。新川不假思索，冷声回答：闻声。我心里一阵七上八下，新川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到张云欣的实验室去？难道那里有什么东西吗？短短1秒钟，我脑子里刷刷刷闪过了一大堆科幻电影的情节。新川和张云欣，他们该不会打算要用我做什么人体实验吧？都怪我脑补能力实在是太强，明明什么都还没有发生，就把自己吓了个半死。我脸色苍白地抓着安全带，欲哭无泪。身旁，新川像是着急赶时间似的，一路油门踩到底，连超了4、5辆车。不到10分钟，车终于在实验室楼下停了下来。车缓缓停稳，看着面前的这幢大楼，我心里的恐慌彻底膨胀到了极限。不知为何，明明我是第一次来这儿，但却对这幢楼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这种感觉
和上次去欢乐 KTV 的时候一模一样。眼前的场景仿佛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噩梦中出现过。我想不起来自己曾经究竟梦到了什么，但对周围这陌生又熟悉的一切却又充满了恐惧。这个地方的环境让我打从心底里感到抗拒和不安。回想到上次我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当晚就没过多久就发生了被醉汉骚扰的事，还险些让我赔上了一条命。我心里愈发紧张害怕，手心里攥了一把冷汗。而这时新川已经下了车，正朝我这边走过来。安安，下车吧，我绝对不会跟你进去。新川才刚帮我打开车门，想要拉我下车，没料想我猛地推开了他，用尽全力朝着路边拼命奔逃。这回我绝对不能再重蹈覆辙了，我必须从这里离开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见我撒腿就跑，新川马上追了上来，他仗着腿长比我跑得快，很快就要追到我了。看到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，我心里越发害怕，再也顾不得其他，直接放声大喊起来：救命啊！杀人啦！有没有人啊？很不幸，我刚喊了一半，新川就追上了我。他一把拉住我，另一手马上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惊恐的求救声全都攥在了手心里。安安，你别这样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见我拼了命的挣扎，想要从他手里逃走，新川皱紧了眉头，一脸无奈。这时周围已经有不少人都听到了我刚才的喊声，纷纷好奇地朝这边看了过来。可是那些人却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和新川，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想要上前帮我的打算。看到这么冷漠的人群，我心里越发绝望无助，恐惧的眼泪顺着眼角滑了下去。安安，你别哭。我的眼泪掉进了新川的指缝间，顿时让他慌了神色。他马上松开了捂住我嘴巴的手，但还是紧紧拉着我的手腕，生怕我挣脱逃走。见又有了机会，我马上张口正要继续求救，可新川却抢先打断了我。安安，别闹了好不好？你难道真的觉得我会害你吗？不然呢？听到他的话，我不假思索地冲他大吼：新川，你硬把我带到这里来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要么你现在在这里跟我把话都说清楚，要么我现在就报警，告你谋杀未遂。我怎么可能？见我情绪这么激动，甚至说要报警，新川无奈地皱紧了眉头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，一脸凝重地看着我。安安，我带你过来是为了你好啊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就觉得我会害你呢？为了我好。新川，这种话你自己听着不觉得搞笑吗？我知道你现在理解不了，但我已经答应你会跟你解释清楚了，只要你跟我上去一趟就好。我们是夫妻呀，你就连这么一点信任都不肯给我吗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每次问你问题，你都逃避不肯解释。你也知道我们是夫妻，可夫妻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可怕的秘密？新川，我不是不愿意相信你，我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去解释了。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，那你现在就告诉我，你一直隐瞒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？我崩溃地冲着新川大声质问，激动得连声音都有些沙哑。面对我的最后通牒，新川颓然无力地松开了手，又双若浊一次选择了沉默。看着他闭口不言的模样，我心下只觉得讽刺。我自嘲似的冷笑一声，看吧，我就知道是这样。话音未落，我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早知道还是一样的结果，我今天真不该浪费时间跟他吃这顿饭。我心想，然而
就在我几乎快要走出新川的视线时，他又竟突然大步追了上来。安安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去找陈琪琪。他拉住我，我愤怒地甩开他的手，大声质问他，到底为什么？因为新川欲言又止，等了半晌，直到我耐心耗尽的前一刻，他才艰难地说出几个字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